我们呢，所有的出家人呐，每一个人只有一张桌子，连他的书柜也是个面层白块，只是这样而已。这就是全部的他的一生中，就是全部的修行的生活的环境啊。没错，这都是要一生中的一心一志。一位宋先生是很大的企业家，他问我一句话，他说：上人，你教我要心如明镜啊，那这一念心到底你是怎么样做到的？我就说，就是要把握当下。要如何心如明镜？就是前一个念头过了就要放下了，我要集中精神在这个时候，我要面对的任何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我的精神一定要集中在这个时候。前一念呢，我要把它放下了。假如呢，前一个念头还在我的脑海中，那我现在的面对的人事物，那我在想前的一个念头，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分神掉了啦，我没有办法集中去说我要说的每一句话，去想我要做的每一件事，那就没办法。所以呢，前一个念头一定要放下，集中在这个时候的每一个这个精神一定要很集中。谈啊谈啊，谈到了，我就说我这一生中除了这一些以外，我不应酬。在我不应酬，我一出口了，就另外一位委员，他接下来说，对，他说啊，有一次某一个企业家，在我们台湾很大的一个企业家，他的夫人往生了，他就说，对这一群企业家的夫人说，假如啦，证严法师能来到我太太的灵堂，我会给他1000万。很多人都不敢来跟我说，他说那个时候他想不说呢，这1000万就没了，所以呢，他说就来花莲，跪在面前呐，他说求师父说，那是不是呢？师父该出面一个啊，1000万呢？我就没有回应他。那后来又有几位啊，就说就可惜的啦，那为什么不要呢？每一个人来，我就没有回应他。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说，我有这样顾好我的心，我这一生中感觉到说佩服自己的一件事情，方向呢没有一点偏差，都是呢从起点一直到现在，4大志业、8大法印一路走过来，在毫芒都没有偏差。就如早上啊，我从净思堂要回来走这一条国父里的这一条路，那宋先生跟他的太太，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最喜欢这一条路。我虽然住在花莲呐，我的路线啊只有精舍这一条路到医院，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你们相信吗？所以我的生命总是那样的直，我的时间是那样的简单啊。那我就顺便呢跟他介绍，这一条桥国父桥是当初为了我要在这里国父里盖医院，县政府为慈济呢，这很快的把这一条桥铺起来。所以呢，这个国父里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动土了第一次。
那我就跟他分享啊，他就沿途就说好美哦，好美哦，这一条路呢很美。那也就是回归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希望开辟一块福田，这个福田呐，希望人人呢一粒种子啊，就是开始了，哪怕一粒种子，它就会成为一张的稻啊。那一张稻啊呢，它就可以累累的种子啊。所以呢，希望啊，更多人，那小钱呐累积在一起。所以你们会常常听到，或者是在墙壁上呢，可以看到粒米成箩，滴水成河。你看我们现在都可以常常看到啦，慈济人啊回来当志工啊，你可知道这一群志工都是呢帮我募集，不管一块砖啊，一条的钢筋啊，等等呢，一把泥土，都是他们呢代替我募回来的啊。总而言之，他有付出呢，他就会珍惜他们的付出，他们珍惜，他们还会投入。所以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志工都是值得我们的敬仰。那看看所有的志工们啊，对待每一位我们的同仁，他都很尊重哦，因为呢，这是他们的心愿，看到了大家对病人的爱，这就是他们的心愿。就如我听到了病人呢，很危急的送来了，平安的出去了，我都很感恩啊，因为我不是医生，我无法救他，能救他的就是大医王白衣大士，我们前院的同仁能救他。所以呢，我常常都是感恩，我时时都是很尊重，那都是出自一念爱心。这一个爱心呢，是无染的，是清净的，那样的，只有付出，能付出的那种无所求的尊重、感恩。1983年2月5号这一天，就是慈济医院的第一次的动土。大家听来好像不飒飒，为什么有第一次、第二次呢？第一次的，那就是
就是在不同的地点，那就是国父里，也就是精舍啊。我们要到医院的这一条小路啊，还没有过桥的，现在是滚地了哈。那以前呢，那一块土地就是实际要盖医院的地方。林洋港先生来看国父里的那一块土地，他说：“法师啊，只要在这一块土地，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放心，可以准备。”隔天的报纸啊，就出来了，多大的字啊！头版，《中央日报》，他就是说，实际已经尘埃落石，在国父里要新建医院，目前他已经劝募到8000万。哦，我看到了报纸，我吓了一跳啊！我就找林碧玉小姐，我说：“林小姐，你们花莲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位记者？我哪里有8000万啊？我3000万还不到哎，他为什么说我有8000万啊？你要不要去问问他？”那林小姐就去问他啦。隔2天他又回来了，就跟我说：“他说师父啊，邱记者说你太单纯。你想，预算8亿的医院啊，你到现在3000万还没满啊，还阁还没定呀。人听到鬼嘛惊，啥人敢给你乐观啦？好，伊讲吼，我就是写1/10而已呀。你最起码也要有1/10，人家才会说啊，安尼会当相信啦，就可以了，捐钱啦。哦，他这一招啊，教到了我，所以呢，我就想，安尼对哦。我将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绝对不会说我没有钱，我绝对不会说我欠真多。那这是世间法，在这种世间法呢，我真正的体会到处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佛法。对啊，我会定定家己祝福我家己呀。我要常常就说，有哦，有钱哦。人家讲师父有钱无？我拢讲免担心，有钱，只是伫人的落地啊尔。就是要常常自我祝福啊。那一块土地啊，本来呢是一个很荒芜的地方，都是呢退伍军人呐，在那里呢也开垦种物件哈，但是呢都是荒废的多啦。不过呢，那他们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种一些呢，什么银环球啦哈，还有呢一些呢，坛子丁丁都是这一些啊，所以呢，我们就先做一番的赔偿。那少数的有人在上面也是呢，有盖简陋房屋住，所以呢，不管是地上物也好，或者是呢，在简陋的房屋几间而已哈。那我们先做一番的。赔偿地上物赔偿啦，这个手续办好了，我们一一呢去向他向这一群人呐里长嘛足好的，替咱家这的人安尼急的那我们要去发放这样的赔偿金，还一一去跟他们说感恩为他们解说盖医院对花莲人
这样的造福接下来可以了，我们就要把这一块土地有一些呢杂树所以呢，我们就去自己去种地。那个时候呢，是动员花莲的会员委员委员引导的人拢总来我也在那里人在咧锯树尾我底下咧换树头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动起来呢。所以想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在整地那旁边有一位罗先生他是在咧开怪手嘛他徛在边看到讲哇安尼大家人拢在那个所在安尼有的用猪头骨有的呢是用黏力倒在咧扑有的呢还用细细支的枝都在咧锯啦伊看到这样动不掉呢，他就会来跟我说：“师傅恁安尼是要舞较长时啦？干脆怪手开来3、5个就好恁安尼带要舞较长时。哇，感恩问你看，一天的偌济也免钱的啦，你都会当做我哪会袂做？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一位罗先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直来帮助我们呢。这个第2次的动土，他都是来帮助。83年的2月5号。我们要动土啦，在这之前呢，刚好省主席呢就是换啦，林洋港先生呢，他已经呢调任在内政部了。那么省主席呢，就有李登辉先生呢来接啦。所以呢，在这样的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呢这个调动所以吴水银先生就问我说：“师父，咱这回动土你爱请一个就好我为什么因为呢，我也曾经去过省府那我也去邀了李主席也要来林洋港先生我也邀了，他也说要来那谢东闵先生他也说要来我哪会跟他请一个就好，我邀好呢。”他说。袂用的3个拢来，我若一个来我都规个关都雾煞煞迄个保护的安全的，我就已经很紧张了。你一下子3个人都要来，我要怎么样去保护所以一直跟我沟通讲一定一位就好，一位就好。我想一想，那一位就好呢，我是来请李先生来。我当时来选择，我想讲林洋港先生度量很大，所以我会当甲伊讲即马就是虾米人安尼甲讲，伊一定会当体会我的迄个，所以伊一定欢喜。第2，我想讲李登辉先生伊是一个基督教徒，你若互伊来看看咱佛教的一个普渡的仪式说不定呢，他会更了解宗教的精神因就讲谢东闵先生谢东闵先生就馆长家己去讲所以呢，安尼凭着这个观念，所以咱请到李登辉先生来。第1次的动土是民国72年的农历12月22日想到了那个时候现在想来呢，也替自己那一把汗应该大家都有看到了纪录片我站在旁边是咬紧牙根含着眼泪就是在那个时候要动土。我为什么牙根咬得那么紧为什么呢？含着眼泪呢？
现在跟大家聊聊历史上的对话在历史上的对话，也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在做冬令救济。这个冬令救济之前呢，差不多要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分会，都是呢要整理发放的，都是集中在我们的花莲里。为了全省我们的照顾户呢，都要去照顾到他们要过年，要吃的、要穿的、要用的等等呢，还要呢教育他们过年前爱打扫所以呢也帮他们采购一些呢这个杀蚊粉地壳啦、清洗的东西、清洁剂我们都帮他们准备到，就如一般人一般的家庭办过年货一样的。所以这样的整理全省那是要半个月以上的。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很规定每一个人不要老老吵吵把遐三个物件安尼规个整整规包，我还要大家呢要整理的呢整整齐齐，用爱打包进去。所以呢，每一个的这个包的东西呢，都包得非常整齐。那包起来啦，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分配到全省而且如何才能呢真正了解到说张三李四哪一包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编号的要发放。我们每一个月是农历的24号嘛，但是呢台湾的历24都爱上行嘛所以我们就提早一天，每年的12月过年的这一天，总是呢提早一天，同时呢让大家来领的人呢就是围炉这都是惯例啦。那么72年的这一天呢，就是我们要动土。那因为大家都问我说，什么时候动土有没有看日我说自己没看日的啦那就是人哪方便就是上好日啦。那慈济人呢，全省要回来的让他们呢方便就好。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火车那当阵拢是坐那个苏花公路、花冠公路所以我就说，人要来花莲一处真的很困难就利用他们都会到齐的那一天，我们呢来做这个动土的典礼所以人搞死都搞了人人都好人，人人都好心，时时都是好时啦。所以呢，就是用在我们要冬令救济的前一天，那就是22号这一天那李登辉先生呢，他来了，在傍晚的时候，应该是21号来21号呢，他就是要赶上明天的22日嘛所以呢，他21号来静下吃晚餐。那一天傍晚李登辉先生来了，他进来的时候看看他哇，哪会这么多物件我就带因安尼行他讲这哪会写号码写这么大字这就是代表呢张三李四的家庭哪有大细胞这是家庭呢最少人口啦内底什么物件我都给他报告。然后呢那一天晚上在这里吃饭，很简陋了，那个时候很简陋哪有我们现在的餐厅没有啦，很简陋那在那个时候他就说，开始咧吃饭啦讲一块道理啦他就说
听伊讲，你即间病院想要起是预算6亿至8亿，吼，我是啊。啊，你即马已经款无偌济啦。我就说，到底我是要照实讲啊，实在是吼，那就按第一个所在那认一下。不过呢，诚正信实啊，我们净师的法脉本来开始就是要诚正信实啊，所以呢，我就老实说了，老实讲啦，我即马吼3000万还未到，那万一呢，家己吼要硬菜啊，搁较紧搁求倒转来吼，坑着吼，他就问我讲哈，3000万还未到，啊明仔载要动土啦，我就说。是啊，所以我即马的心吼，亲像外面的天气啦。那一年的这种的冬天啊，就是毛毛雨啊。古早人讲吼是乌龟烂啦，讲爱落到29暗嘛，有这句俗语应该有嘛吼。那就是安尼一直落一直落雨啦。他就回答我说：“他说。”不要紧啦，风雨中生信心啦。他就提出了他的一段的故事。当他在市长任内的时候，那就是说，那个2重疏洪道要不要盖？之前那个山中饮水饮干的嘛，啊，后来呢都有规划呢。2重疏洪道要盖，但是呢，一段时间啦，都拢无落雨啦。啊，无落雨呢，就有很多人都会提说，啊，暗时定定安尼伫咧做大水啊，你看最近拢无落雨啊，啊，为什么要盖呢？吼，所以呢，卖啊，卖啊，要不要把这个疏洪道做起来？隔了很久的时间，有一天。他呢，就是回家，在冲澡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了水声很大，他就从浴室里面喊了他的太太，就说：“欸，现在到底是外面落雨，还是我内底的水哦？”那因太太就讲：“哦，雨落足大的啦！”就在那个时候，他是跟我这么说了。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就下了决心。2重埔还是要建，哪怕是它没有下雨，一旦下雨啦，可能就是会淹大水。所以呢，他把这个故事呢说给我听。所以呢，在这样的互相对答呢，也已经成为历史之一。隔天，那就是2日，我们一大早啊，就开始呢到国父里的工地去了。真的也很感恩我们的慈济人吼，老早都是这样咯，什么代志拢免我烦恼呢吼，因吼把迄个司令台啊呢，搭起来了后吼，看到雨直直落，那周围的涂骹的路吼，泥泞不堪呐。那明天呐，有省主席要来，还有呢，我们全省的慈济人都来了，不能让人家呢。他在这样泥泞的土地的面顶，所以啊，一大早我去的眼睛一亮，因为呢，那土地上面呢都是铺了粗坑，迄拢是粗坑呢啊，照相起来好像种黄金铺地呢真的也蛮漂亮的啦啊那个时候呢，你看有的委员地过的啊，你看很可爱那就是下了毛毛的雨啊要下又不下，不下又要下那样的感觉呀。但是呢，一直在仪式那个时候那一段这个地方在启用的时候，是咱台湾省真多长老大法师来为咱洒净呢伫国父里啊那来洒净那也是一个很庄严的画面呐。那么当到讲真正伫要
开始要去动土啦。那伫咧进前就先讲话嘛吼，伫咧讲话的时候，李主席他就说啦，伊讲吼，我知影伊迄个基金吼，你所需要的工程是足远的，毋过就亲像即当阵呢，看迄天边的迄个旭光啊，安尼一直要出来啦。迄当阵吼，雨就慢慢停啊，云就慢慢伫要开啊吼，迄个太阳安尼拄安尼伫要安尼，好亲像要撞出云，迄个旭凤出来啦。他就说：“你看，这就是早起你看这个太阳安尼一伫要露面出来吼。”他还说：“万里长城都是从一块砖开始。”对，就是万里长城嘛，从一块砖开始。虽然呢，咱的建设啦是抑阁离遐尼诚远啦，但是呢，只要有一块砖开始，应该也都会有无量无数哦。万里长城都是从一块砖开始。这一句话已经是在慈济历史上的一句话，大家都很开心在那一场的。可是大家的欢喜倒是给了我添了多少的困难，而且呢，担心，心中脑海一直浮现的昨天傍晚6亿或是8亿的预算，才是有3000万。这一动土呢，那责任有多大呀？想一想，那个时候我站在他的旁边呐，我是咬着牙根，含着眼泪哈，我真的心里很矛盾啦。欢喜的呢是终于土地完成啦，终于啦，努力这么多年来啦，连观察班都搭过去啦，寻找土地都不简单啦。甲政府呢，不断的请求啊，都不简单啦。终于呢，土地已经林阳刚先生帮我解决了这一块土地，李登辉先生来帮我动土，这个前后2届的台湾主席那都来，一个是替我解决土地，一个是替我呢要来动土，这么隆重的画面从此开始，我要半个月要付1次工资啦，我要从哪里拿钱来呀？那种的呢，心灵的，我在回想那个时候，那个时阵3000万还没到，你想，我能不能说感恩呢？这么多人让我时时无时不刻的都在感恩中啊。但是可惜这一次的魔鬼，不过一旦吐落去呢，无偌久，农历过年了后。就差几天的时间，一来的消息就是我们不能动工。为什么？因为呢，那里已经列入了嘉山计划，所以那个所在是军机用地啦。这又是搁伫天顶搁落落来啦。那个时候我真的实在是无法度通吃苦。那突然间呢？本来就钱不够啦，
没有土地啦，好不容易争取到啦，然后呢又被要取消军方，要拿去做军事用地，真的实在是那一种的起伏那一种的心灵的希望的破灭，真的快要瘫掉了。但是呢，还会想到啦，对的事情我总是要坚持。找不到土地呢，还是要把人人发出来的爱心指定要盖医院的钱，不管是50、100，这呢都要一笔一笔整理好要还给人家。50是50块，不是50万呢。连50块100块，我们都要一一呢，一笔一笔整理呢，要还给人家，差不多有3000多万。那块土地袂当用，那当阵我拢唔敢发布呢，家己安尼拍断喙齿含血吞我们的花莲吴水云县长，他就跟林洋港先生说那正阳法师那个土地已经袂当用伊几啊天无食无困呢，伊身体都咧无好那林洋港先生他自动的打电话给我，他说：“师父，我听伊讲你几啊天袂食袂困，你身体本来都无好你袂用安尼。”我讲咱当土安尼佫袂当去我是要对人安怎交代啦？伊就甲我应一句讲这可能菩萨也无介意这块土地啦。那我就回答他说菩萨若无介意，应该咱还未完成以前都无介意哪会等到咱动土啦，他才无介意呢？我就讲若甲咱无缘，观世音菩萨若要找一块较好的，哪会我开头就一块较好的互咱？伊讲这就是咧甲咱考试你甲心放宽这是我搁第一次，又是搁在林洋港先生在开导着我这就是甲咱无缘观世音菩萨咧搁替咱找较好的啦。果然以他的关心，他的鼓励我又重新振作起来。所以他也说无你来台北嘛咱才过来看安怎花莲我有拜托吴馆长搁替你找啦。迄个中间吴馆长也真用心，把所有的地籍图拢摕来我记得到了县长室，真看地籍图呢，伊就叫人摕来，就铺伫迄个涂骹我们蹲在地上来看花莲到底呢哪里还有土地。后来伫迄个中间安尼无到遮无到遐，真正无一个头绪。后来我就心里想，可能是起袂成若是起袂成这将近3000万来自10块、50块、100块、1000块，安尼的钱合我来，我应该呢要一一退回给人家。但是要给我一个很正确的信息，就有无，有没有土地？所以我就到台北去了。我去来内政部，跟林小姐还得陪我去参随师者去里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感恩，那一幕呢还是很真正清楚的脑海中。我入去到办公室里，很亲切的像一个长者关心。伊听一个讲哪会款无呢？好不容易无来你还阁要退行人？我讲我款无呢，一定凭着
诚情信实。既然我无法度去病院，那我看无的钱呢，我爱抱持着诚情信实，所以我爱一笔一笔啊，爱赶紧行人。我在那里，他当场呢就打电话给国防部长，他就说：啊，咱开头这块土地伫美仑山，啊，咱国防部去鉴定了，讲袂用的。那第二地呢，已经人破土啦，阁是咱的政府首长去破土，啊，这当阵呢，阁宣布阁袂用的啊，人法师呢，人伊安尼已经有遮尔真多的信徒，大家人甲伊支持，管的钱啊，人伊要安怎处理呢？所以，这个加山计划伫咧进行，应该呢，爱互伊有一个交代，给他一块土地。所以，迄当阵军方嘛是吼，真用心啦，啊嘛是啊，我转来到花莲吼。已经呢，司令部就派人伫遮咧等我，爱用迄个日步车啊，要来载我去看土地。那就是在伫吉安迄边，叫做南华，迄个所在呢，有一块土地70外甲，还是伫军用机场，较早讲叫做军用机场嘛。啊，我去迄个所在看，真水，迄块土地足水，因为看嘛真大，真水。我阁爬去迄个碉堡的面顶吼，看到去，真的很漂亮。但是呢，问我有介意无？我讲水是真水，但是呢不适合。啊是安怎啦？这个所在遮水，虽然你要爱偌大，我就讲，迄个所在就是纸浆。迄当阵的纸浆吼，南风若吹吼，规个花莲吼，都是安尼，迄个味道很浓啊。何况讲。伊甲伊呢是真近，安尼遥遥相对嘛。我讲这吼病人受不了啦，虽然土地水啦，所以呢没有办法用啦。那所以军方就讲啊，无安尼啦，你若斗找，阮若斗看吼。那我们要。隔了年了，春天就开始要打火期了。那这土地的代志呢，伫迄个所在啊，安尼一直呢心真烦恼吼，真的，一边又要找土地呀，那我们又要打火期呀，我要奖金，我也要带了这个委员们，有台北来，有花莲的，又要带他们，又要教他们的规矩。其实恁即摆规矩拢是我迄当阵啊传落来吼，那又要教又要奖金哦，那有时阵啊，那电话一通来吼，我都爱赶紧处理。那一年的大火期吼，真的是很苦啊，不能先告说吼，我们动土以后的土地不能用了，因为呢好不容易吼。才得到了那一块土地啊，那么这样的大家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起病院啊嘛。已经呢过了几年哦，好不容易找到了，绝对不能说土地去互收去啊，爱军方爱收去啦。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说来话长，总而言之呢，在经过了，就真正的我们现在的这一块土地出现了。这地呢是农校的土地，我们现在的这一块。那有一天我对迄个所在过，迄当阵县政府呢的秘书，还有呢一位邱记者，还有呢郑秘书啊，他知道吼，伊种唔甘舒服，安尼心安尼遐尼正拖磨，所以呢。邓太太，伊甲遐记者伫遐坐的时阵，伊讲：啊，师傅安尼遮尔辛苦，啊要安怎啦？吼，咱花莲呢，安尼互师傅遮尔正拖磨。县政府的秘书太太，伊就讲：咱有一块土地啊，
啊，就甲伊讲，即块咱即摆现在即块，伊讲迄块吼官司拍赢，迄农校呢，啊，等伊拍赢，迄块土地也无路用啊，啊吼，是毋是？甲师傅讲，叫伊看迄块土地。那邱记者就甲林小姐讲，伊讲吼，你是毋是吼载师傅去？那迄天呢，伊就来载我去啦。我一看到我讲啊，这块足好诶，花这一块墨水，啊，毋是遐简单呢，人这是吼农校的校地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要得到了这一块土地，又是瓶颈啊，真的很辛苦，是一个大草坡啊顶吼，放牛食草啊，边啊的迄个水池。两口水池饲鱼、饲牛、饲真多，因为迄是一种农校的试验场嘛。可想象那一片土地的情形，真的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块土地呢，很高兴，所以笃定了这一块土地。迄个时阵，对花莲市来讲是抑阁真高啊。不过呢，我感到这一块土地比那一块好。果然，佛菩萨不喜欢那一块，是喜欢这一块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很认真啊，突破，非常的辛苦。所以又回过头来，请李登辉先生帮忙，因为伊当真是先主席。这真正是吼，这个过程呢很复杂吼，错综复杂。不过感人的事情很多啦，因为慈济人呢开始都浮出来呀，不管是北南中吼，那慈济人知道师父要盖医院啦，所以大家就浮现出来。